说的玄乎点叫舆情长尾效应，追星的真实情感与虚拟社交重叠，戏剧冲突此起彼伏，及时满足高潮不断，提升自我效能感。这就好比是演员入戏，更何况肖战舆情如此吊诡、惨烈与叵测，一路走来，粉丝真是赢，我陪你君临天下；输，我陪你东山再起。要不入戏都难，真相太大，偏执者接受不来，压根儿就不在饭圈范畴，走向更超越娱乐、文化、法治，涉及意识形态与社会治理，而非要把盘根错节的真相强攥回饭圈的一亩三分地，无异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。肖战早发出了不需要应援的号召，但解散后援会这种划清界限，不过是政策面上的自保，难杜绝粉丝与偶像舆论关联上的隐患。青少年追星的危害老生常谈，但少有人谈论中年人追星心理。少年追星容易偏执而心理退行，对偶像就像婴儿依恋母亲。鲁迅说，女人天性中有母性，有女儿性，无妻性。妻性是逼成的，是母性和女儿性的混合。男权社会，女人没有自我，婚前是某人的女儿，婚后是某人的妻子、某人的母亲。即使当代大多数女性的自我，也往往被阉割在岁月静好的烟火日常里。舆情破圈效应下，纯路人被肖战圈粉，饭圈由此有了三观粉概念，即当初只是路人，把肖战当作表达三观的载体而已。当然，颜粉能始于颜值，忠于人品；三观粉亦能始于三观，忠于艺能。否则何以只打算短暂爱一下，后来竟成了死忠？共患难的粉丝原本忠诚，相处下来更是层层见喜。话剧《如梦之梦2021》因一票难求而出圈，长达8小时的重量级话剧剧作，对演员、观众和舞台要求堪称至真境。自诞生以来就受追捧，但开票及售罄的盛况离不开肖战加盟的诱因，忘不了南京星光大赏8秒燃亮红海，忘不了武汉如梦之梦玫瑰染红广场。娱乐圈流量明星算不算大国青年肖战？从明星抵达演员顾一野，青春解开扣子，生活勒紧衣襟。